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向各位介绍，第一代机喷，也就是1985年之前的机喷，的一套分油盘的系统。那这颗分油盘是1983年的 Lotus Esme Turbo 的分油盘，但是我们发现它这个分油盘这个地方是怠速混合比螺丝，那目前它这辆是不健全的，怠速混合比螺丝是不健全的，因为它刚来的时候呢是长这个样子，它是锁这颗螺丝在这上面，但是如果照正确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是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宾士的6缸分油盘的6缸分油的下座啊。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是怠速混合比调整螺丝，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啊。它因为还没有拆除之前是这样子。OK， 它拆下来之后呢，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它这个东西，它应该是长得类似这样的结构，在这个位置，但是很明显这个地方是已经故障了。好了，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功能在哪里？因为主要就是它能够调整怠速混合比，是它的真正的螺母是在下头，是下方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事实上是可以旋转的，压下去它的螺丝孔是在下方的，是跟这个侧流板是一体的所以说你今天我们要调怠速混合比螺丝，当然这样是可以调，只是说因为它有负压，这里会漏气，所以它结构呢 ，Bosch 它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结构。那这样的结构呢，到底它怎么样伸进去调整里面的这个螺丝呢？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这个装置。那我们在调整结构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应该往下压，往下压，看到往下压之后呢，它就出头了。出头之后，我们经由旋转来调整，它是利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来达到调整里面内螺丝，达到混合比改变的这个目的。但是由于这个分油盘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已经故障的所以说它用一个很粗糙的这个螺丝是没办法达到调整怠速混合比的功能，必须要把这个螺丝拆下来之后呢，然后再经由这个3 mm 的螺丝去这样调整，压下去调整，那所以说这个分油盘目前因为这个机制已经不完全了，那所以说今天要调整怠速混合比的时候，就必须准备这个3 mm 的内流角，然后在引擎发动的过程当中，大概是侧流板是开度大概是1 mm 到2 mm 左右的开度这个时候引擎在发动当中，以这个方向是油增加，以这方向是油减少如果说顺时钟的话是油增加，逆时钟是油减少然后呢，它调整的范围差不多半圈到1/4圈左右。那目前我在机台上面的这个混合比大概调在一个粗略的位置因为没有在引擎上面，所以我没有办法做精确的微调。基本上要调整就是插进去，用3 mm 的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呢，如果逆时钟油减少，顺时钟油增加，那范围是一定在1圈以内。
应该在1/4或1/2左右。因为它这个机制，如果说我们在调的时候呢，因为这地方是负压，它会产生会有漏气，会产生通气声，所以说我们以这个喷油盘来讲的话，它就必须在调的时候呢，调好以后，然后把手堵住，让它不要有漏气的现象，之后呢再来调，看到底是有增加还是减少，然后呢再把手遮起来，看它那个 N 的怠速反应怎么样。那如果说已经确定 OK 的时候呢，我现在是改变的，我设计了一个这个螺丝，把它锁紧就可以了，是为了避免把它锁紧。事实上也不是锁紧，也不要锁到底，差不多锁半个就可以了，锁半个高度，那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它这里会有漏气的现象，但是它基本上它没有办法达到主动调整混合比的功能，它只是一个遮蔽，用螺丝来遮蔽这个透气孔，这个主要是这样子。当然最完整的还是需要有类似这样的装置，如果它能够改装当然是最好，不过因为我手头上我不方便处理这个，如果最完整是应该找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机制，比如说这个是 W126 或 W124 用的，要来改装，然后这根棒子可以凸出来，里面那根棒子可以凸出来去调整怠速混合比，这样才是最完整的一个机制。好，今天的这个部分就介绍到这里。